新手想入門日系穿搭，最怕看的都是中文平台的二手整理，真的到東京街头一看呢，才发现落差超大。这一期呢，元哥直接帮你補上這個資訊差，整理呢 TOP 10位連日本男生也在追的日男穿搭 IG， 順便呢拆解他們的風格，以及新手到底可以怎樣參考日男的 IG 學搭配。第一名呢，當然就是大名鼎鼎的 Sleepy Boy， 目前呢追蹤人數32萬，在日男穿搭 IG 裡呢，絕對是天花板等級的存在。如果你還不知道他的名字啊，真的是證明了你跟日系穿搭之間呢有很大的資訊差了。順便說一下，今天聊到的所有的 IG 的連接呢，元哥都會放在下方的說明欄裡。我把呢 Sleepy Boy 放在第一名啊，不只是因為他粉絲多，也不是因為他是 Ralph Lauren 日本區的形象大使，更不是呢因為他年紀輕輕就是2個品牌的主理人。原因是呢，我覺得他最能代表現在日本男生最主流的穿搭風向，也就是呢我稱為新 City Boy 的風格。如果說呢泡派和長谷川昭雄推崇的 City Boy 呢，多少還帶着千禧年日系街頭的味道，那 Sleepy Boy 呢就是透過 IG 教學呢，把一般日本男生想穿的乾淨有型有質感這件事啊，整理成了一套最容易被模仿的標準答案。你想知道寬褲怎麼穿，襯衫怎麼搭，基礎色呢怎麼穿不無聊，看他的 IG 基本上就能直接抄作業。 Sleepy Boy 呢本名叫田中大，他是呢定居在名古屋的時尚創作者，這一點呢其實蠻讓人意外的。他不在中目黑或是表參道拍 OOTD， 也沒有呢在東京潮流圈裡啊混圈子，也可能呢正因為是這樣啊，他的穿搭不會太激進，很平易近人。他把街頭古着、阿美卡基、設計師品牌，還有一點呢成熟男性的質感混在一起，整理成呢一般男生也非常容易接受的文藝男 style， 可以說呢對新手啊非常友善，這可能呢也是他追蹤數這麼高的核心原因。創作方向上呢，他算是全能型的穿搭創作者，幾乎各種類型的內容啊都會做。除了穿搭 IG 都會發的 OOTD 照片， Sleepy Boy 呢還會和女友拍那種呢女生也很愛看的情侶穿搭照。新品開箱呢也發得非常密集，我最愛看的是他的周邊配件開箱，他選的手錶呢真的很有品味。除了新入手單品的開箱，他還有一個呢很有特色的系列，就是呢盤點自己手上的某一類單品，比如呢分享他所有的黑色皮鞋，這種呢一次看 N 件單品的內容啊，看起來是真的很過癮很下飯。以上呢都算是穿搭創作者啊常見的內容策劃，但他還會固定做呢給新手看的穿搭技巧教學，這在其他創作者那邊啊就比較少見了。比如呢綁單絲巾到底有多少種綁法，穿什麼上衣要搭哪一種，教學內容呢非常細膩。總之呢，作為日男穿搭創作者裡的頂尖代表， Sleepy Boy 呢肯定有他的過人之處。他明顯受到了泡派雜誌裡的 City Boy 穿搭風格的影響，但又加入了自己的理解，更簡單也更適合日常生活。他也更敢呢探索 City Boy 穿搭的邊界，時而工裝，時而學院風，時而帶一點呢時裝感，但整體穿搭效果呢都達到型男氛圍感極強，真的是呢兄弟們很值得追蹤的 IG。 當然呢，這裡元哥也要提醒一下呀，作為頂級人氣創作者呢，他接到的業配啊非常多，到底是不是真的喜歡真的愛穿，大家還是要稍微分辨一下，建議呢先多學他的穿搭思路，而不是呢馬上跟着衝去買同款。另外呢，多看他日常的 OOTD 裡反覆出現的單品會更準一些。第二位 IG Otona 當西 Labo， 也就是日文的呢大人男子 Labo， 目前呢追蹤數24萬。這個賬號呢算是元哥個人的最愛。雖然我在東京啊定居多年，但說實話呢，作為外國人啊，還是很難真的打進這一種呢玩穿搭的型男小圈子。他們願意呢把自己的經驗公開做成內容，真的讓我呀從他們身上學到很多平常很難接觸到的知識。這是一個呢4人型男團體賬號，擅長的造型啊就是大家看到的那一種，你在中目黑、南青山、代代木呢隨處可見的大人系穿搭男。而且呢，除了分享穿搭和單品啊，他們也会教髮型、保養、男生香氛，甚至呢還有東京大人系的約會逛街地點以及呢美食選擇，根本就是呢東京男生的生活百科全書。關於這個賬號呢，元哥在會員節目的此媽咪裡呢，其實已經做過一整集的專題，拆他們的穿搭、髮型和配件，所以呢這裡就不重複講太多。
多。剛好呢，今天同步上線的慈媽咪會員專題啊，也是整理了2026年都市極簡風穿搭的最新趨勢。如果你想第一時間補上跟東京型男之間的資訊差呢，這一集就很適合一起研究一下。還沒加入過頻道會員的兄弟啊，也許今天就可以試試看啦。第3位要推薦的 IGer Tomoyoshi Takada 高田朋佳，目前呢 IG 追蹤人數13萬多，以他的內容受眾這麼窄來說呢，這個追蹤數啊已經是非常誇張。曾經有兄弟呢給我留言說呀，人到中年啊，看了元哥的節目，雖然對日系穿搭啊有了啟發，但還是不知道自己到底該怎麼穿。作為公司裡的管理層啊，或是高階的工程師，阿美卡基呢太有個性啊，沒辦法見客戶；都市極簡呢又太挑身材。那高田朋佳所代表的呢，就是面向這一群中年男性的日系穿搭裡呢更進階的一條路線 Classic Menswear。很多兄弟一聽到正裝、企業高管，腦中呢馬上浮現的就是那一種商務西裝很老氣的印象。但高田朋佳厲害的地方呢，就是他把 Classic 這件事啊穿得非常的鬆，不是去公司開會的那一種緊繃感，而是像一個呢已經很懂衣服的成熟男人呢，開完會後從東京開車到鎌倉海邊喝杯咖啡，逛逛小店，順手呢把西裝外套、亞麻襯衫、牛仔褲和皮涼鞋呢搭在一起。如果你也覺得自己的穿搭卡住了，不是一直停留在街頭 logo T、寬褲、花哨球鞋、被年輕人笑的 Young Forty 風格裡呢，要麼就是呢一想到成熟穿搭就馬上變成西裝革履，好像要去面試一樣，那你一定要呢馬上追蹤高田朋佳，他給出的呢是第3條路，成熟但不油膩，紳士但不做作，穿得有品味，而不是把自己呢包裝成精英上班族。特別是呢，除了帥氣的 OOTD 照之外呢，他還會制作 Reels， 從頭到腳的介紹自己的穿搭思路，這讓大家呀不是只停留在表面追同款，而是真的呢可以學到搭配邏輯。比如這一篇就是教你怎麼用方巾幫最經典的 Blazer 外套呢加入度假休閒感，這一篇呢則是教你西裝夾克怎麼跟休閒牛仔褲搭在一起，而且呢不會違和。不管是色彩運用還是呢細節配件選擇，都會讓人啊覺得耳目一新。當然呢，這裡元哥還是要提醒一下新手，高田朋佳這種段位的高手啊，不太適合零基礎新手呢直接照抄，可以像我一樣呢，先慢慢的從基礎開始學西裝外套怎麼穿不那麼商務，如何運用細節配件，或是呢怎樣讓成熟色穿在自己身上看起來呢高級但不老氣。下一位呢要推薦的 IGer Keisuke， 我們簡稱為 KSK 吧。目前呢 IG 追蹤人數11萬多。如果你看完前幾位啊，覺得哇帥是真的帥啊，但好像離自己呢好遙遠啊，只能遠觀一下。畢竟呢我又沒有那個身高和氣場。那麼這一位呢比較偏平民系的穿搭創作者 Keisuke 呢就很值得穿搭新手研究了。他自我介紹裡寫呢自己身高165，主打的呢是不刻意打扮的casual style， 所以呢他的穿搭風格啊其實就是最典型的日系 city casual。 你在日本街頭啊真的是很常見到這樣的小哥。常見單品呢是寬直筒褲、軍褲、牛仔褲、厚棒 T、襯衫、棒球帽，鞋子呢也就是常見的黑皮鞋或機能球鞋，沒有誇張的飾品，沒有價格高不可攀的配件，但就是讓你覺得舒服又親切，是一個清新的日系鄰家男孩。很多剛開始對穿搭有興趣的新手呢都會有一個障礙，怕自己啊某天突然變成了很刻意的穿搭男，身邊朋友不懂，還會開玩笑虧你，自己也覺得呢超級害羞。這時候啊 Keisuke 這種路線呢就很適合參考了，因為它不是呢突然大變身，而是一條呢比較自然、比較不尷尬的過渡路線。更何況啊，除了 The Shorty Kevin 哥之外呢，又多一個身高沒有那麼高的男生模板可以參考，絕對啊也是一件好事。總之呢 Keisuke 啊不是那一種呢讓你羨慕到流口水的日本型男，而是會讓你看到呢一般男生啊只要把廓形和比例搞懂，也能把日常casual穿得非常有型。
第5位要推薦的 IG Osayo， 目前呢 IG 追蹤人數10萬多。Osayo 呢跟剛剛的 Keisuke 啊有一點像，他身高呢168公分，也屬於那身高沒有那麼高的日男穿搭創作者，但他呢更像是 Keisuke 的進階版本，從清新的鄰家男孩進化到呢另一條更精緻、更成熟，也更有東京都市型男感的路線。很多兄弟可能會覺得我身高不夠，就只能往可愛少年感的方向去穿，成熟大人感跟自己沒關係。但 Osayo 呢用自己的穿搭證明了168公分的男生一樣可以駕馭乾淨成熟的東京大人感。他非常擅長呢用短外套和寬褲打造廓形，讓比例啊看起來更高。看他的 OOTD 照片呢，真的很難把它跟矮這個字啊連在一起。顏色上呢也很穩，基本上啊就是白、黑、灰、navy、卡其這一些呢日系基礎色。整體氛圍上啊，你不會覺得很街頭，但也不商務，而是那一種呢你在東京小眾咖啡廳裡啊會遇到的鬆弛感型男。最值得新手學的一點啊，是他很會用配件來把簡單穿出質感。很多兄弟呢穿襯衫配寬褲，再來一雙呢 New Balance 球鞋，照鏡子時呢總覺得自己啊怎麼看起來就是個普通路人。但 Osayo 呢是善用配件的高手，把基礎搭配往上拉高一層。他非常捨得出血在配件上，眼鏡、手錶、戒指、包包都很講究，尤其是配飾啊，他會選中古的卡地亞、愛馬仕呢這些大牌的名作。元哥這裡呢不是說穿搭新手啊就要馬上去買精品，而是你要理解呢日系大人感穿搭裡啊，最後讓你看起來不像學生、不是路人的，往往就是呢這一些配件細節。開始追蹤 Osayo 呢就是一個很好的開眼界機會。總之呢，如果你覺得 Keisuke 呢很適合穿搭入門，但又想再往成熟、有質感、有一點精品感的方向走，那麼 Osayo 呢就是很值得追蹤的下一個階段模板。以上呢就是 TOP 10位穿搭系日男 IG 前5位的推薦清單。下集呢還會有哪一些創作者出現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也歡迎呢在留言區推薦你最愛的日男穿搭賬號，大家呢一起交流分享。那麼咱們下期節目再見啦。